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今天大家活力满满啊！好，因为刚刚看不出来访问了一个活力，刚刚访问了一个活力满满的老师，有点调动我们大叔的活力了啊。好，那这个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近况。不要再近况了，我们大叔是什么样的频道？聊近况做啥？真是的，大家都是期待我们有一个主题的。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没有主题的情况下怎么聊天？刚刚呢，这个灿叔的儿子瑶瑶，我看到他，我就想到一个主题好。刚刚瑶瑶呢，在家里很轻松的穿着小内裤到处跑，晃来晃去的。推门能想到什么主题？所有的观众都知道了。那我就从灿叔的眼神中看到了那个父亲的慈爱、关爱的眼神。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华人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好像都会期待我们做好我们的角色，对不对？然后希望我们打从心里都希望这个角色做得好，不辜负这个角色。像我就会觉得我的角色要当一个好孩子、好儿子，然后我妈妈往生之后，我就有这个责任，要照顾好我爸爸。我爸爸昨天跟我说，我觉得我好像最近常忘记事情，就是感觉他那个记忆力衰退的很严重。然后我昨天晚上我听到这件事，我就睡不着，我就赶快去药店里面买一些，问有没有增强记忆力的药或什么的。好的然后就去买了1-2瓶，就会觉得说，我们打从心里好像都想把一些角色做好。所以我想问两位大叔，你们先问角色灿叔吧，我觉得你怎么那么快就想丢，这么快就想把锅子丢到人家身上去甩锅？茶叔在说完之前先问一下，因为刚好就是提到这个爸爸的角色嘛，然后我觉得当然茶叔是儿子的角色，对，所以我觉很好奇得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太多角色在身上了，我们要怎么去兼顾它，怎么做好它，或者有什么惨叫声，或者说这个瑶瑶在喊的吗？瑶瑶说茶叔叔把我穿内裤的事情告诉别人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不要看重这些角色，然后还是我们可以洒脱的做自己，还是你觉得角色其实是一层一层的面具？就是你们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太大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再浅一点，我觉得就是像灿叔他肯定有爸爸的角色，他想就是做到好爸爸的角色，然后中国也有中国传统的这种好爸爸角色的一些责任啊，一些定义，对。然后呢，灿叔又是有很多这个外国学生，接触到很多外国观众，所以他肯定也有一些就是外国学生带给他的一些这个爸爸角色的一些定义。那我就想知道，对啊，灿叔是怎么做好爸爸这个角色的？今天这一集就是灿叔控场就对了。没有啊，你刚才不还有儿子的角色吗？对啊，所以我觉得灿叔也有儿子的角色啊。对啊，也有啊，对啊，笨叔你也有儿子的角色，老师的角色，老师的角色，老师的角色，对不对？是啊，广告先那个铺垫好。灿叔还有丈夫的角色，是，对，所以我们话头一到我这里，什么？抛的有点突然，这个话题啊，确实我是觉得刚才茶叔说到这个，我也确实想起来，就是最近我确实比较清晰的感受到这个角色，但有一部分是重量，有一部分是羁绊，是这种感觉。
就是确实是你存在一个关系里头，就是特别是这种比如说一家三口，那你可能要做好丈夫，要做好爸爸，对吧？但其实这个东西它一方面是责任，一方面就像我说也是羁绊，就是你因为有这层关系，有这层责任在里面，你的三个人的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其实我是觉得关系这个东西，就是你付出的越多，其实你收获的会越多。要是你不怎么在意，其实你得到的会越少。我那天和灿嫂在我们的频道上聊的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当时我说到就是因为我写的第二本小说里头到最后，其实就是说我提到就是说那个主角的爸爸就是对儿子说，就是因为你的到来拯救了爸爸，是这样子是这个状态。灿嫂就说其实是因为你之前在养孩子的过程中你付出了很多，陪着孩子一起成长，所以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给你能量，给你这种救赎的感觉。其实我现在确实很能明显的感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是向往自由的，希望有更多独立性的，但是你存在这个关系里头有责任在身上，你就是需要去做的。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暑假期间，其实我是身不由己，需要花出很多时间陪家人，不只是陪伴，而这真的是必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瑶瑶因为这个眼睛近视了，这个其实是我们家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听来感觉好像很奇怪，就是近视那么多人都近视，但是因为可能我们那个年代人近视和现在孩子们近视不一样，因为现在孩子近视太早了，就是他们还在小学可能1、2年级就近视了，因为从小学到初中有一个猛长期，你知道吗？因为人的眼睛里面有个眼轴，就是你长得越快，这个眼轴变得会更长。但是你要是长得就是那个眼轴变得太长，你那个近视度数会增长很快的。所以我们肯定是他可能小学6年级到初1、初2那一段时间肯定会抽条，会长得很高嘛。所以在那个状态下，我们不希望他到时候因为长高的关系，这个眼轴拉得太长。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知道他已经近视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很多防护手段。而且就是前段时间我做了手术，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灿嫂一个人看着瑶瑶，其实有点力不从心。所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其实就是户外比较少，运动也比较少，然后呢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就监督瑶瑶，比如说要注意眼睛啊等等。因为按道理就是这个近视之后你要注意眼睛，要休息20分钟休息一下，这样让眼睛不会太疲劳，它就能控制住。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去年过年前去测了一次他的眼轴，然后过完年就是等我身体恢复一些的时候又去测了一次，然后发现他的眼轴增长太快了，就正常的增长可能是这样的速度，就是他其实也是用了一些药的眼药水的，就是这眼睛那种眼镜呢，其实甚至也是防控眼镜，就是和正常的眼镜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效果，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在意平常很多东西，所以就导致他眼轴增长过快。所以我们就也挺担心的这个事情，也其实说实话，就是因为我本身的状态就会觉得我也是一个近视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后来真的就是了解到这个，觉得确实是你得在意啊，不在意万一真的眼睛到时候700-800度，那高度近视还那么小，真的确实对他以后长大你要负责呀，你不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需要现在就是注意，所以从上一次那一次检查了之后，我们就商量了一下，觉得其实每天要保证户外。后来我就问了一下 AI， 然后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其实对于眼睛而言最重要就是户外。而且比如说在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阳光照射下，眼睛里这个会分泌多巴胺，很快，20分钟就能达到一个巅峰值。那个时候就能多巴胺分泌出来之后，能抑制这个眼轴的增长。所以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说让阳光照射眼睛，对，眼睛照，就是他其实不干什么，就在阳光底下待着。对，我就带他中午的时候吃完饭就让他去户外，我给他读书啊什么的，就待个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到40分钟。然后每天放学的时候带他在小区里骑个车。其实因为骑车的话有一个优势，就可以看远。眼睛近视为什么就是看近看太多了，看远这样远近交替的看，所以它就是眼轴的增长也不会让它那么疲惫。
因为疲惫拉的就很长。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就是通过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就每天这样去做，而且他上学的时候可能还有体育课啊什么的。前2个星期前吧，我们又去测了一下这个眼睛的眼轴，专门去看眼轴，结果当时就是说完全没有变化，我们都特别特别开心，就说明这样做是真的有效的，有帮助的，有帮助的。其实，在那一刻你会觉得做这些东西都值得。因为你想想看，其实每天要待在大太阳底下待着也很累，放学他其实也不能直接回来，还要骑半小时车，他也累，我也累。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责任，你需要做的，而且你觉得为了他好，你就是需要做这些事情。你不然的话，会觉得自己当时假如就是在这些时候没有去做这些事情，等到他以后真的眼睛近视、高度近视了，没有后悔药，那只能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暑假来临了，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期。我们每天中午也是出去骑车，骑40分钟，就在小区里骑来骑去。然后下午可能6点半左右，我带他出去踢球，也是踢个40分钟左右。他妈妈早上带他出去运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户外要保证2个小时，每天要保证2个小时，就能把这个抑制住，就不让它增长。所以其实就这个我们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责任带给你的，当然也有爱呀等等，但就是我是觉得作为父母，你不是说不是那么轻松，但说实话也有很多父母他可以选择不去这样做，就是我们是这个东西会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去做，而且我是觉得孩子这个东西就是他会给你回馈的，就是你真的好好对待他，他给你传达出那种东西，就会真的会内心深处会有很多的感觉。所以我其实不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很重的责任，我是觉得就是应该去做，但是他其实也同样给我会赋能，我让我就是真的在这个关系里头，我是觉得在任何一个关系里头，就是你付出的多了，其实你会得到的比较多，你付出的少了，你得到的比较少。你比如说我为什么之前觉得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的淡，那是因为从小到大我父亲对我的陪伴非常的少，那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会非常淡。那等到现在了，就是我也成为了一个父亲，我想和他亲近一些，他也想和我亲近一些，那这个就是一开始会比较拧巴，你也很难做到就很自然这个状态。你像你因为和你爸爸是住在一起，那可能还好弄一点，好关系变好一点，容易一点。那像我们离得这么远，其实沟通交流也比较难，会更麻烦。那假如其实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付出了更多，我们也其实说实话也会收获更多，这个孩子其实会和我们更亲。因为刚才笨叔也问，就说是不是因为也教了一些外国的学生啊等等，是不是给我一些另外的一些角度看待这个东西。确实也会有，比如说我会觉得欧美快乐教育啊，这种快乐成长啊，那这个方面我倒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我不是特别信奉快乐教育的一个人，我是这么一个人，我是觉得其实学习这个东西还是要下功夫的，特别是你要做有所成就的话，其实你确实需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真的要刻苦去学。就是特别是当你发现自己这个东西有能力做好，比如说瑶瑶这段时间开始玩魔方了，但是你要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1年前放弃的时候，他是3阶魔方能打到30来秒把它还原。后来因为有些难关没有攻克，后来又有别的兴趣爱好，这个今年重新开始学习的时候，那我们就希望他真的就是通过这个你要去攻克这个难关呀，你不能说就是真的又放弃了。所以现在他刚好有这个热情，我们也继续给他找老师，然后最主要是他妈妈真的是花了非常多时间陪伴他，然后给他拆解找办法，然后去找视频等等帮助他。他现在能最快打到10来秒，就是能把这个魔方还原了。这个东西其实带给孩子有很大的成就感，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枯燥的，你不断的拧，然后有很多公式要做。那说实话，就是我是觉得人要有所成就，就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是说需要去鸡娃那种状态，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想得到一些东西，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我们不会给你额外加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比如说很多补习班之类，我们觉得其实没有必要。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去努力的去做一些东西，你才能取得你想要的一个状态。但是魔方可能跟未来就业没有一个直接的那个挂钩和联系。我觉得当然很好，可以就是学习公式啊，或者是锻炼这个思维，蛮好的。但是你不会觉得说未来有一天如果这个我现在没有鸡娃，没有去努力的去让孩子去学习，提高成绩，将来孩子可能会反过来怨我啊。如果孩子万一没有成功的话，会不会就觉得你小时候为什么不多逼我一把，让我更努力一点？我能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其实是很多中国父母的心态。因为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把魔方这个东西当做他未来一个职业或怎么样。有些人是把它当做职业的，其实我们是认为，我和他妈妈其实有一点这个理念是相通的，就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魔方不是为了就业，它就是让你感受到怎么一点点攻克困难，最后取得你想要取得的成绩。因为我们不是怕他就是以后比如说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好工作怨我们，而是怕他在人生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去躲避。因为很多人其实学习，其实说实话，你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学习的天赋，你也没法保证每个孩子他都一定能考上清北啊、985、211，这个东西是没法保证的。但是一个人他出了社会之后，你假如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敢去面对它，你总是想躲避，那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灾难。所以我们其实想培养他是这个意识，就是说他其实学习是一个方面能反映这个状态，就是你假如比如说你的数学的这个计算能力不行，那你就需要努力去攻克一下呀。你不能说我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就不做了，对吧？我就轻轻的放过了。其实我们不是说一定需要你的成绩卷到什么程度，而是让他看到就是你要取得一定的成绩，你自己就需要努力。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魔方带给他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反馈。我们做大树中文其实是一样的，做大树中文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很多反馈，我们有更多的自信，相信自己能做好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相信自己其实做很多事情能做成功。那笨叔现在做小红书，做别的项目，那是因为底层是相信自己能做好很多东西的。那我去写故事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已经相信自己这个能力是可以迁移到任何我想做的领域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说纯粹的学习的分数。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可控性太强了。学习瑶瑶现在学习成绩是挺好，那我没法保证她初中高中一定很好，但我觉得底层呢，她不怕困难这个能力，我觉得是更重要的。这个是我们作为父母其实就是要逼孩子的一面，就是说你不能面对问题的时候就逃避。这个觉得我恰恰是认为我在我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我父母缺少的最重要，对我而言缺少的最多的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会轻轻放过，就是说考不好没关系，不努力没关系，考不上什么也没关系，开心就好。那当然其实让我就是觉得也挺自由的，说实话。但是我确实在人生的前半程，我会觉得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都会逃避。后面其实真的是遇到大树中文了，让我觉得哎，我还可以，我才慢慢的觉得我有自信了。那其实前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觉得自己能做好任何事情。那其实这个从小到大过程中，就少了父母这个去推动你的这一个成分，这一个原因。对，我是觉得这也是父母的责任吧。而且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华人对于成功的定义，好像就是要找到好工作办公室的工作，然后薪水要高。然后也可以养家活口的那种，好像才是成功。可是我觉得像刚刚灿叔说的，其实培养孩子不畏难的心态，然后从一个爱好中得到快乐跟乐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成功。可能跟我们华人传统定义的成功不一样，但是我们太欠缺这种从兴趣中得到快乐的能力了。是啊，因为我们太以传统价值观念的成功为蓝本。是的，所以我们宁可抛去了一切，然后去一直追寻那个所谓的成功蓝本。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玩魔方很好啊，就像灿叔说的，我遇到困难了，我再去挑战，一阶一阶去挑战，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成功，然后也是获取成就感跟喜悦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啊，就是培养这种遇到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对，对啊，但是但是再再说的大一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哎，瑶瑶说曹操到啊，瑶瑶进来了，进来拿什么？对啊，好可爱，所以灿叔，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一个内耗的爸爸吗？啊，我不是一个内耗的爸爸，我老婆是一个内耗的妈妈，这样这样理解。哎，等一下，Ben叔，你先解释一下内耗的爸爸有什么特质？内耗的爸爸就是可能会就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张的情况，但是这个爸爸可能想的很多，一直在想孩子的未来啊，为孩子的未来做准备，所以一刻都不能放松啊，就是感觉做的孩子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孩子将来的前途服务的啊，我是觉得会就是就是不自主的想要去给孩子加一些就是推孩子一把，给孩子一点这个学习的压力啊，等等等等啊，给自己也给自己很多无形的压力，对不会对？有会有，肯定会有。我还好，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无论我们怎么想，这个大环境就是现在开始在改变啊，就包括我们做自媒体，我们觉得就是这个 AI 的影响很大啊，然后现在好多大学生这个毕业即失业，对吧？毕业之后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只能找一个可能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工作，因为毕竟就是 AI 肯定要比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个做得更好啊。虽然取代不了那些有经验的，但是感觉会比这个毕业的大学生做得好得多，然后就导致好像这个毕业的大学生真的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啊，而且这个 AI 就是每年都有新的版本，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厉害啊，就这样的话。而且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感觉也就是有点颓势吧，大家也就是不愿意消费了，感觉好像都在省钱不花钱啊，就是感觉整体的大环境就是越来越不太乐观，所以我就想知道灿叔就是有没有这种你有没有听我说完了，你有想要内耗的感觉？或者觉得其实我也是个内耗的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说实话，我倒不是这样去想，因为我们人的眼界其实是有局限性的。你现在看到的状态是这样，它以后未必是这个样子。因为说实话，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中国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东西是不可预见的。我倒其实也有一点，在培养瑶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刚才说了，就是培养她真的能克服问题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培养起来的。其实有一段时间，她也我是觉得这是人性使然。人其实都是对趋易避难的，不想去解决就是比较难的东西。小孩子更是如此嘛，更想玩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需要培养他。这方面其实他妈妈做得很好，就是真的。我觉得瑶瑶有他这个妈妈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他妈妈真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陪伴了他一点点去成长。而且他妈妈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妈妈会看到问题，就是可能像我这种人是有时候是盲目的乐观，他妈妈呢是一个悲观的人。但是我觉得悲观的底色其实是真正的乐观。为什么这样说？悲观的人他能看到问题，然后他会想着去解决问题。然后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乐观是盲目的乐观，就是没事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这个反倒其实我说觉得不是很好。就他妈妈真的是看到很多问题，然后帮着他一点点去调整，但是他又不是会把这些情绪啊或者状态强制压到瑶瑶身上那种人。有些爸爸会给压力给孩子非常多，他妈妈是这个东西是自我消化之后看到应该怎么做了，就是孩子需要比较清晰的，就是你告诉他怎么去做，因为他自己你就指望他自己还这么小的时候有很清晰的1、2、3、4，他是不可能的，是需要大人告诉他怎么做，然后这个路径是清晰，他就跟着去做，然后呢一点点成长，培养自己的自信，
能力感一点点起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其实我们是培养瑶瑶就是有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告诉他，权威的东西未必是对的，任何老师说话未必是对的，就是你需要培养自己独立的思考的能力。所以瑶瑶的思维是非常的发散的，他不是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想法的那种孩子，他有很多自己的很多想法，甚至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在做 YouTube， 然后他成天有时候看 YouTube 上面一些魔方的，还有之前看乐高的，他都说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做一个 YouTuber。 其实我们说，其实说实话，我认为就是只要你有底层的能力，只要你愿意去努力，只要你真的是相信自己，而且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工作其实相对而言总是能找到，而且你总能找到自己会擅长的东西的。你学校的东西它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甚至有很大的滞后性的。你说那个很多很厉害的人为什么大学退学去做那些事情？因为他已经走在时代前沿，他不需要这些知识了。中国的这个大学的教育其实本身也是有滞后性的。学校的现在中国整体的这个思维中国人整体思维也在转变。大家会觉得以前是高考独木桥，千军万马独木桥，考上大学它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就业的保障。现在像笨叔说的，就是毕业即失业 AI， 因为不只是 AI， 本来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它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就是而且在学校里学的很多东西它是无用的，它和现实生活中是脱节的。特别是很多学校他办的这些专业本身老师也不专业，然后出来之后大家学的都是半吊子，出来他其实本来和工作就是没法直接对接的。你出来之后就是需要大部分人，我是相信大部分人工作之后都是要重新开始重新学习技能的。很多人其实这个为什么人生可能过得会比较不平顺一点，就是他们一直是仰赖自己在大学以前学的知识去过后半辈子的。我是觉得最重要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就算你进入社会，你也要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你进入一个领域之后，你需要不断去学习的。很多人没有这种能力，他不愿意去学习，他觉得我都已经学累了，我学够了，我这知识都学这么满了。但是重新进入不同的领域，它就有不同的专业的东西，而且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还要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这方面其实和教育本身，就是我不是那种特别内耗的家长，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等瑶瑶长大之后，这个时代我没法预见是怎么样子的。就是你觉得他上班的时候还是要重新学习的，就现在别太大压力了，对吧？对，他就是因为上班之后，就像我们做中文老师也要持续的精进的，你不可能说这些知识就是在学校都学来了没有用啊。我们3个人本来就也不是大学的时候学这个专业呀，你以前学的是国际贸易啊。对，我同意，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这个中国的大学太累了，学生都是学习机器，就是毕业那一刻就感觉不想再学习了。但恰巧是这个，我觉得毕业才是真正的你工作的能力的那些学习的一个开始。对呀，是的，对啊，真正开始。然后对啊，我觉得可能在那个之前可以培养学习的能力。你刚才有一点我觉得要纠正一下，中国大学生整体都是很懒很散的，因为他们把学习的所有的精力在高中用完了。高中之前，对，高中用完了，大学就是对，大学应该也是可以学习的时候，但大部分都放开了，都去玩去了。对，那就没办法适应这个就业的时候的那个学习的这个情况了，因为都懒散了4年。是呀。这个的确，这个在台湾也是这样子。高中是你所有智慧最集中、最高的时候，到了大学大家都散了。当然有少数的人还是会对自己的专业很去深入研究的，但是大部分的大学生都去玩了。其实现在学生就是有一点，有你玩4年嘛？是的，有你玩4年。现在很多学生就是大陆的很多学生，他们就是父母可能像你说有内耗的情况，担心比较多，怕万一自己孩子以后怎么样，其实就是提前给孩子学了很多，而且这个有这种择校压力啊等等都会有，就是很多真的有很多孩子，他们在甚至不要说高中，在初中的时候把自己整体的这种精力已经耗完了，就学习这个劲儿都已经没了，都已经使完了。
等到后面他真的就不想再学习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国家的政策就是希望这个大家慢慢不要这么，在学校的时候不要这么卷，真正在工作的时候再开始卷，不要在学校的时候卷的没有卷不动了，这个其实不好，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只有不断的被灌输知识，学校的教科书里的知识，是的，他们没有试错、创新、改造的能力。所以很多大学生他毕业之后，他就算找到工作，他没有办法从错误中学习，他可能遇到的错误，他是悲伤、换工作、玻璃心，或者就干脆躺平，因为可能家长、可能学校都没有告诉他们试错之后要怎么办，那可能那个畏难的心理就出现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是照着这个社会的期望跟规则走，到最后遇到了困难，他没有办法再翻身，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你就像我们大叔中文，其实也是试错了很多次，才有现在就是做的还蛮顺利的。需要不断试错，然后改变自己，然后去适应新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呀，对，所以这个我有个问题想问灿叔啊，今天全部落到我身上是怎么样？是你啊，对对对，我是嘉宾，今天就是你是嘉宾啊，就是一个不内耗的爸爸遇到了一个内耗的妈妈，会产生怎么样的火花？然后孩子会不会很错乱？对，不会，还是一个完美的互补结合。你去给灿嫂教，就是泼点水嘛，就是冷静，咱不要内耗。其实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人们怎么说呢？我们习惯的话，人是习惯，有时候确实会被一些不好的方面所影响的，这是不由自主的。那灿嫂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可以看到一些升学的压力啊等等的。灿嫂是因为其他家长影响了他，还是说他就是自己自发的想要去激娃？也会被影响，肯定会有啊，因为这个信息不是闭塞的嘛，你肯定会接触到很多信息，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怎么说，可能就是我觉得还是对孩子有所期待吧。你要是对孩子没有那么多期待，觉得其实还好，开心快乐就好，那其实也就不会去内耗，不去想这些事情。因为瑶瑶其实学习成绩挺好的，就是他现在比如说期末的话都英语是100，英语是一直都是100的，然后呢数学97，语文也是98还是97，对他而言就是那完了啊，如果不好的话，可能你们就无所谓了；如果是学得很好，那就觉得得要保持住，就是一直要这么好。也不是说一直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还是那可能说明他在学习方面也有些能力，会这样。那其实这个方面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两个最重要就觉得，那既然他有这方面能力，你就需要去支持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假如孩子只是说去学一些跟着学校的这个步骤去学，他其实他其实是满足不了自己的。因为瑶瑶是对知识一个特别渴求的一个孩子啊，他对知识新鲜的知识很喜欢的，就是说甚至比如说我们就给他妈妈给他在网上报了一个奥数的一个课，他听着有滋有味的，说实话就是对我而言的东西我都听不懂他讲什么东西，但他会觉得这是新鲜的知识，他很有意思。甚至之前在哪个地方看了一个 YouTube 上一个视频，那个 YouTube 上视频是一些数字小人，然后他会把一些什么那些公式啊什么派啊什么东西就结合在里头。哇，这么理科生的思维啊，这么厉害！但是那个视频做的很好玩呢，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就是还有战斗啊什么的，我也没有细看，但里面一些公式他就记住了其中一个公式，他就去跑去找他们数学老师，问这个公式是什么意思，让数学老师教给他，是告诉他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他还去问他们的英语老师，就是。他是一个怎么说？因为很多孩子他其实面对老师的时候都很害怕，不敢和老师说话。他是那个一下课的时候会找老师聊天的孩子，就是真的会去聊天的孩子。就这个可能也是和我和他妈妈就是怎么说？因为主要是他妈妈了给他一个铺路有关系，因为他妈妈是家委的组长，所以成天会去学校，所以
班主任和这个老师，就是班主任和他妈妈也很熟，所以有什么事啊等等都会说嘛。所以因为他妈妈成天去学校，而且我也去过好多回学校，我陪他去表演过，甚至写剧本也去表演，所以他让他不会那么怯场。所以他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就是他们学校有这么一个读书的这么一个形式，就是每天中午的时候，在那个小广播去读书，就亲子共读这么一个环节。其实很多家长都去了，也去做，就是妈妈带着主要是妈妈带着孩子去的，就是我这么一个爸爸带着孩子去。当时因为我有这个喜欢把这个读得很搞笑。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当时选了一个成语故事，写得很好。我们两个带着这个很好玩的腔调，就把它读下来了。结果当时他们班的老师也听到了，学生也听到了，校长也听到了。后来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后来去参演一个节目嘛，那个剧本，然后老师就发给我，我说要不我来给你写一下得了，你这个剧本太不行了，然后就给他改了。后来我就带他去，就是上台去表演等等。后来我也去学校做各种演讲，我就觉得这个过程中我们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其实就是给孩子一些帮助，让他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其实更自信，然后能接触到更多的东西，包括学习也是一样的。你看到这个孩子其实有潜能，那你就不会觉得那目前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他，你只是跟着学校的这个进度不是适合他，英语学校这个进度对他而言太简单了，所以我们现在给他引入的，他本来就是能直接看 YouTube 的，就是他不需要字幕，他是能看懂90%以上的。那说实话，有时候我都听不懂，他就是能这样随便，因为他喜欢的东西，他能接触这个东西，所以很多文章的话，这些词汇啊等等，他都知道。他的听力词汇比这个阅读词汇还高，就是有些直接能听懂的比较多。所以他妈妈觉得，你既然这个状态，我就给你引入一些初中的词汇，你去学习。那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根据他的能力进行一些调整，其实提前一些准备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就是看着这个孩子是这么一个状态，完全就任着他慢慢一点走。这个当然也是可以了，这个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孩子他只要有这个能力，他是慢慢会往前走的。但家长既然有这个能力，也能帮助他，那就从这个角度去帮助他，帮他去铺一点点小路，让他能自己往前走。最主要是他自己走，最主要是给他一些机会。我觉得其实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会觉得就是城里的孩子就是村里的孩子可能比不过城里的孩子，因为是资源的问题。村里的孩子的父母没有那么的好的资源，那就是我们现在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源。虽然我们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是这个网上这个很多东西是公开的呀。而且你像什么拼多多这种东西特别好，就是有些教材很贵，比如一本书要原版的一本书要买的话可能100-200才能买来，拼多多它的那种东西打印下来10来块钱就能买到。就是现在这个资源只要你好好利用，其实很多东西有机会可以让他接触到更好的，让他提前有机会去接触这些更好，而且他有这个能力去吸收。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帮助他，这不是在卷他或怎么样。我是觉得就是你在看到一个孩子有能力的状态下，你帮他往前推一推，让他走得更稳一点更快一点，就是这个样子。至于他最终能达到什么一个状态，因为随着孩子的长大，比如说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之后，父母其实影响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是这个样子，那初中以后他自己能做到什么状态，高中什么状态，那不由我们。然后他妈妈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打了一个很好的底子，就是希望孩子和我们的关系都比较好。因为一个人是这样，根据心理学，你假如和在家里这个父母之间关系比较好，你就不会容易内耗。因为很多孩子他其实容易内耗的原因就是觉得每天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考虑我爸我妈为什么是这样对我，他们为什么每天生气，对，他们是不是不爱我呀等等。瑶瑶完全不用，他不用去考虑这些事情，对啊，太幸福了，瑶瑶。对，他只要去考虑怎么去往外去探索就行了。你的这个比如说安全基地你是稳的，对吧？所以你其实可以往外探索。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内耗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处在和父母的关系不够稳定，他其实把很多精力都耗在这个上面了。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其实就是把它做好来就好了。这个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也不是特别能讲清楚啊。对，就是
我觉得灿叔刚刚说到很重要的点了哦，就是其实像我们3位的可能成长的阶段，父母都没有参与，没有过多的参与，所以我们可能是比较孤单的去发展、去成长，甚至像刚刚灿叔说的，我们可能花一些时间在内耗。我们花太多精力在考虑跟父母的关系上。对，为什么我爸妈是这样子？为什么我的家庭是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我要学什么，我必须自己来？为什么我是孤单一个人？我们会童年的时候，这是学习不好的根源。我以前学习成绩还不错，就是说，学习成绩好不好，这个倒是其次，最主要是说，我们可能。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遇到一个好老师或者是好朋友，很容易就会去一直内耗自己。对，所以成长过程可能会很坎坷，很不快乐，然后有不好的回忆。对，所以我想问灿叔哦，怎么又回事？我们不断的给你抛问题。就是灿叔，就是你小时候父母亲都很忙嘛，要去城里工作。那你现在对于瑶瑶的教育会不会有一种弥补的心态？就是说我小时候这样，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是这样，有没有这样弥补的心态来带这个孩子？肯定会有啊，这就是补偿心理嘛，就是你小时候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希望对孩子，这个不叫弥补，这个叫补偿，对，补偿心理，这个是就是很普遍的一个东西，就是当然我是觉得你要是怎么看它。就是很多人其实就是比如说自己小时候没有得到一些东西，就疯狂的给孩子弥补，但是给予太多，是的，当然这个东西也会引到一些方面，就是有些觉得父母会觉得自己小时候自己的父母给予自己东西，比如陪伴啊或者督促啊都太少了，他就不断给自己孩子加这些东西，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个度，就是这个是比较难的。我是真的觉得做父母。那次我去他们学校做个演讲，就是本来不是叫我，就是叫他妈去的，他妈妈不愿意去，觉得他是一个 I 人，他不喜欢在公共场合说话，然后让我去，然后我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说，真的我是觉得做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个事情，其实工作之类是你擅长的，但是做父母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未知的。因为你没有当过父母，你不知道，你小时候你父母带你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具有参考价值，你知道吗？对，完全父母是怎么对你，而且你的父母其实可能也不怎么会当父母，所以他们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就需要自己去摸索。然后就是我是觉得这点就是我和灿嫂一起去摸索，甚至吵架，然后不断的去调整，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因为孩子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你人长大之后，我会觉得会把自己小时候大部分东西都忘记，你是想不起来自己在那个小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的，完全想不起来。你面对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么大的孩子原来应该是这样的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这么大的孩子呢？他可能因为像瑶瑶现在今年10岁了，他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这种自尊啊、面子啊会比较在乎了。面子。以前的话，比如说最早小点，长相对不对？就是青春期对自己没长相的还好，他长相还没到那，就是能力方面还没有，就是对，就是他为什么重新开始学魔方呢？就是他发现自己就是上一个学期，就是前4年级下半学期，他们学校呢就是课后服务调整了一下，有这个。什么兴趣班之类的东西，学校有，比如说一些课后服务，就是他的好朋友有一个去跳绳了，就录取，另外一个去画画了，然后瑶瑶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特长，他会觉得很沮丧，大家都有特长，我为什么没什么特长？我没有，然后他很难过。后来我俩就和他说，那你其实之前玩魔方玩的还可以，然后觉得好像是他就这么小就有这么小有同才压力了，对不对？已经有了，特别是很好朋友，他就会有这种比较，所以他后来觉得确实是，所以他又重新开始玩魔方，就是这个样子。也有就是他最早的时候，一开始才玩魔方的时候，其实脸皮很厚，因为我是觉得因为不是脸皮厚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小，他还不懂，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比赛，他拧了1分半还是多久？当时那个比赛里那些小孩拧得快的10几秒，就是10秒不到都拧好，但是他还就是脸皮很厚的去找大家去交流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小，因为他没有这个意识，我觉得应该不好意思。那现在他其实已经觉得已经有些不好，比如说玩魔方的时候，他怕自己因为什么，对，他现在比如说有个老师那里同时有一起学了2个孩子。那2个孩子其实他们3个算是水平相当的，但是可能每个人自己的强项，有些这个手速快，有些公式记得好多，所以他有时候拧不好的时候，其实表面没有看出来，但其实内心会觉得很不舒服，会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以前你不知道啊，他只有到这个年龄段，他发展到年龄段，他就有这个状态了呀，他会开始在乎这些东西。那等到比如说等到上初中的时候，他开始喜欢姑娘了，对吧？喜欢女孩子了，对吧？青春期了进入，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可能还和父母之间沟通也没有那么顺畅了，也有可能的，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他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他做一个更直接的孩子，那就有什么就说什么。但这个直接有时候效果，比如说，因为中国人我们还是要讲求就是尊老爱幼嘛，尊敬长辈嘛。他有时候就过于的直接，比如说他对他的姥姥就很不耐心，因为他姥姥平常也没有带他，但是呢，他是上学期每次星期六都会去上一个写字课、书法课，因为他的字太丑了，然后带他去写字去，然后就是他姥姥有一次说专门来看他。他看到姥姥的一瞬间就说你怎么又来了，就很烦。就是那个度没有拿捏好，对，他觉得有点烦，你为什么又来了？你就来干什么呀？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后来就我们回去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你不能只是这样，只是在乎自己的状态。所以后来就说那要是我们以后变成了爷爷奶奶，你的孩子对我们这样说话，你会开心吗？然后其实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培养他的同理心，去跳到别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后来他当然这个孩子是很听进话的，比如你和他说什么，他能听进去。后来见到他的姥姥就可热情了，上去抱一抱，姥姥你来啦，就是姥姥精神错乱。前几天才对我说姥姥又来了，现在怎么对我这么好？对，就是他妈妈也会比较在乎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问题解决问题，当天他妈妈就让他给他姥姥打个电话。就和他姥姥说，姥姥，我当时说话不好听，不好意思，对不起啊之类等等。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你都需要去解决。其实是我是觉得所以我是认为做父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度在哪里，永远不知道这个终点在哪里，而且就算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烦恼，你可能也需要去在一定程度上去帮助他。那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希望和自己孩子更亲一点，那你可能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你不希望比如说像我，又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补偿性的心理其实一样，因为自己的父母和自己小时候并不亲，那我现在就是确实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能更亲一些，特别是长大之后还能一样的亲近，不会因为比如说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家庭就不那么亲了。那当然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亲，但希望就是不要有那种疏远的感觉。毕竟就是我们一家3口这样一点点慢慢陪着他一点点成长起来，见证他一点点的这个长大的这个足迹，对吧？我是觉得还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3个人嘛，不希望你就是等到你长大之后成人之后，你有自己的生活。好像就是把我们都给完全抛诸脑后，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嘛。所以我是觉得，那你其实这个就是我老婆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需要倒推过来，觉得你在当下能做什么事情，不管是学习啊、关系啊等等。所以这个其实我是觉得一步一步去走到那里去，我觉得应该还会大概是我们希望的那个状态吧。我是觉得是这样。对。这个当父母真的不容易，很难，因为小孩的每一个阶段都无法预料。
是的，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也完全不同，然后他的心性也随着年纪跟身边的朋友不断的在做变化，这个根本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会没有，教完全没有。你只有每天不断的去体验，去跟他相处，去跟他去了解他，去体会他的心情，设身处地的思考他是怎么想的，才有办法好好的跟一个孩子成长，真的好不容易，很不容易呢。所以你俩不想要是？听完就是越听啊，越听耶，单身万岁，单身万岁。感觉忙起工作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好孩子，对啊，是的，真的是的。但是这个灿叔带孩子一定有他的他的体验，独到的体验，这个是我跟变叔完全没有办法能够说出来的这种育儿经，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真的是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自己经历过才能够讲得出来。对啊，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个要非常的感谢这个在座听众父母们啊，各位听众们，如果你们是有孩子，爸爸妈妈太不容易了，对，爸爸妈妈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每个爸爸妈妈都是当了爸爸妈妈才开始学习，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真的都是第一次。然后就算你是第二次，可能跟第一次又完全不同，不一样，孩子不一样，就是第一次。我跟你说，真的，孩子不一样，因为真的每个孩子完全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是的，每个孩子的秉性都不同啊，对不对？所以你等于是每一次有新的孩子，你就要重新的去适应他。是的，是的，对啊，所以真的不容易，当爸妈真的是最不容易的工作哦。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莫名其妙的主题又蹦出来了啊，就是怎么带孩子，对不对？是。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啊，辛苦但是值得，是个甜蜜的负荷，但是也绝对会让你觉得值得，绝对值得。是值得体验的，你们两个也可以体验啊，值得听一听，值得了解一下你的想法，了解一下。但是你好像不会改变我们什么，对，完全不可能改变，只是把我们推得更远。单身万岁！对，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啦。如果各位同学觉得今天获益良多啊，记得去订灿叔的课，他会告诉你更多秘辛哦。好，那我们就下一会儿见啦，拜拜，拜拜。